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个是我写给他的情书。我看看。这个不能看。看看，真的不能看。嘿嘿，我看看。不能看。我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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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。不能。42张经。这还给我吧！说，谁给你的？救兵来了！阿弥陀佛，大师是辽东胖头陀吧？我正是胖头陀。这么瘦是胖头陀？老衲是少林寺的诚心，主管达摩院。这几位师弟都是我达摩院的童侣。哦，原来是少林寺达摩院的8大金刚。怎么，只来了4位啊？哇！少林寺的8大金刚今天能来4位，已经算是给足你面子了。这位施主跟我们少林寺颇有渊源，还请大师高抬贵手，让他下山。好，看在大师的面子上，我就放了他吧。等等，走之前，请把经书还给我。那可是少林寺8大金刚的朋友委托我转送给少林寺方丈的，还给我吧。这本经书又和少林寺有何相干啊？哇！阿弥陀佛，这位施主的经书干系重大，请大师赐还，结个善缘。是，还给我吧。看来今天是结不了善缘了。哎呀，你不给是吧？他不给面子，那就只好得罪了。相公，追！是相公，这个恶头陀他没有伤到你吧？放心，他不敢伤我。他要是敢动我一根汗毛，这少林寺的8大金刚一定会把他打得恢复原状啊！什么恢复原状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当然知道了。你叫胖头陀嘛，这原来一定是个大胖子。你，阿弥陀佛，胖头陀，你是武林中的英雄好汉，竟做出匪盗般的不耻行径，岂不贻笑大方？胖头陀啊，这42章经呢，共有8本，你才拿到了1本，这其余的7本在哪儿？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你知道吗？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。这42章经共有8本，这第1本在河南伏牛山道摩寺，这第2本，这石碑上真的刻明白了？别吵啊！这第2本在山西的什么安，这第3本在四川的什么山的，哎呀，这几个字我不太认识。这第4本在少林寺的达摩院。这后面还有啊，每一本都写得清清楚楚啊。只是有些看不太清楚了。你看，最后几行还写着，奇怪了，怎么会写着寿与天？寿与天齐？没错，寿与天齐。你看这个字，我一看就知道是个红字，这是个主，红什么主？洪教主，洪教主寿与天齐，没错啦。当真洪教主有此福分，这1000年的石碑上早就刻上了。是啊，这可是唐太宗李世民立的碑呀。我记起来了，
他手底下有几个具有神通的军师啊，他们早就算到这1000年之后，大清王朝有个神龙教的洪教主啊，哇，那可是武功盖世，寿与天齐呀！哦，我去石碑后面看看啊。好，哪里跑？相公，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我不是你们的对手，经叔，你们拿去吧。放开他！好，多谢多谢。韦施主，我有一事诚心奉恳，请你答应。什么事啊？我想请你上神龙岛做几天客人。神龙岛？哦，真对不住啊，这几日有药物缠身，实在是没有时间。要不这样，改日得空呢，我一定去神龙岛拜会洪教主和大师您呢。那就此别过吧。那大师您先请吧。韦施主先请。我还要把这石碑上的碑文踏回去呢。好，你慢慢踏，慢慢踏，我们走吧。漂亮，皇宫和丽春院当中都没有这样标致的美人。可惜这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。大家都起来吧。谢教主。参见教主，攻读慈恩普照，威临四方，洪教主宝训。众志齐心，合成城，威震天下无比人。黑龙使，时间已到，快把经书呈交上来吧。启禀夫人，京城传来消息，已经查到4本经书的下落。不过此事十分棘手，属下派到宫中的6人之中，已有邓炳春、柳燕2人殉教身亡。属下恳请教主再宽限些时日。那个小子，你过来。夫人叫你呢，快上前恭敬行礼呀！我啊，对，就是你。去，快去！教主和夫人先福有享，寿与天齐。你这个小子还挺聪明的，是谁教你在教主的后面加上和夫人3个字啊？教主有夫人相伴，这寿与天齐那才有意义嘛。否则再过个200年，这夫人您升了天，那教主岂不是寂寞得很？小子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遇见过一个叫柳燕的姑娘？她还教过你功夫？是啊，那是柳燕阿姨。她是我叔叔的老相好。我叔叔这个人可有钱了，这花起钱来如流水一般。柳燕阿姨特别的爱他，她还经常半夜来我们家呢。我还看到过他们2个抱在一起亲嘴呢。对了，柳燕阿姨特别喜欢穿一双红色的绣花鞋，就放在床边上。哼，黑龙石，你听见了没有？你派去的人不但没有为教主做事，还做出了这样的勾当。
属下多讨不力，罪该万死，恳请教主夫人网开一面，让属下将功赎罪。将功赎罪，你有何功劳啊？夫人，教主，属下这么多年来一直跟着您出生入死，没有功劳，也有苦劳啊。教主，难道你对我这个老部下、老兄弟不念一点旧情吗？在我们教里，老朽糊涂的人太多了，是该清理清理的时候了。教主宝训，时刻在心，建功无敌，无事不成。还是年轻的教徒比较忠心。我们老了，是该死了。拿来吧。是哪个教徒，竟敢忤逆教主？是我，夫人。你操练这个阵法已经有几个月了，无非是想对付我们这班老兄弟。五彩神龙是我无根道人杀的，你想对付我，何必连累旁人？教主待你不薄，封你为赤龙使，乃是教主一人之下、万人之上的职务。你倒好，竟敢要反叛！哼！忠于教主，绝无二心。夫人，此言差矣。白龙使，你有何高见？高见不敢，属下是觉得不公平。属下追随教主20余年，我们为教主拼命支持，这帮小娃儿还没出世，凭什么说我们反叛？这些小娃儿没有功劳，那我也才20多岁，你的意思是说，我也没有功劳了？没错，夫人确实没有功劳，创建神龙教乃教主一人之功。好，很好，今天我累了。青龙使，你的刀法了得，今日，夫人，青龙使，教主，你残杀创教兄弟，想不到也有今日吧？哼，那也未必。教主，偌大一个神龙教，弄得支离破碎，到底是谁种下的祸种？你总该清楚了吧？哎呀，哎呀啊！胖头头，你怎么了？你没中毒啊？我没有啊。哎呦！陆先生，你没事啊？青龙使，你用的是什么毒啊？可惜，功败垂成。哦，你一定是在兵刃上抹了这个百花辐射膏。哎呀，这百花辐射膏啊，一遇到血，便会生出一股浓香。这股浓香一遇上雄黄酒，就会使人筋骨酥软呐。我们为了避蛇，每天都喝雄黄药酒。你没有喝，所以你安然无恙啊。
青龙使啊，看来你是早就有准备啊！你大概3个月没有喝雄黄酒了吧？洪安童，我今天就杀了你！徐雪婷，你看看我，你看看我的眼睛，你的脚一点力气都没有了，你身体的血已经快流干了。你看看我，生得好不好看？你好看，但我不敢多看。对了，韦公子，这个洪教主十分狠毒，等他的毒性散去，他一定会把大家尽数杀死，连你也活不成啊！啊，韦兄弟，你快去把洪教主和洪夫人杀了。嘿，陆先生，你的想法倒是和我一致。好。刀借给我。韦公子，洪夫人是狐狸精，你千万别看她的脸，更不能看她的眼睛。你看我生得美吗？我不看。韦公子，你看看我，你看看我的眼睛，我的眼睛里有你的影子。像你这样的美人，我还真下不了手。不过，你的老公配不上你，我先杀了他吧。好哥哥，千万不能杀教主和夫人。哎，好妹妹，好妹妹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你加入神龙教了啊？千万不能杀教主跟夫人，这些老头子早就恨死我们了。你若杀了教主和夫人，他们必定将我们这些年轻的斩尽杀绝。好妹妹，你不用怕，这些老东西他们不会杀你，应该会给我这个面子的啊。教主和夫人给我们服了毒，旁人是没有解药的。我要杀了教主，我的好妹妹就会死。哎，罢了罢了，就算教主要砍了我的头，我也让他砍就是了。好哥哥，陆先生，这教主和夫人杀不得呀。千年石碑上写得好，这教主和夫人仙福永享，寿与天齐，我又怎能逆天而行呢？这碑文是假的，这怎么能作数啊？哎，谁说碑文是假的？你切不可说这等犯上作乱的话。陆先生，你有没有那个百花什么什么膏的解药？快拿出来，让教主和夫人服下吧。韦公子啊，你过来。没事，你过来。啊，你见识高超，果决明断，我很欣赏你。我愿意做你的接引人，让你即刻入教。教主，你看，韦兄弟立下这么大的功劳，我们是不是要派他一个什么职位啊？白龙使叛教伏法，小兄弟，我任命你为白龙使。哎，在下以前行走江湖的时候，就被称为是小白龙啊。所以这是上天安排好的，要不然怎么会那么巧呢？韦公子，我们教主金口已开，一言既出，绝不反悔。哦，应该是一言既出，什么马都难追啊。驷马难追啊！对，驷马难追，驷马难追。韦公子啊，你可千万不能上他们的当啊！现在就算让你做了白龙使，
一旦他们反悔，想要杀你，那随时都能要了你的命啊！哎呀，眼前这死掉的白龙使就是前车之鉴呢。魏公子，你赶快把洪教主和洪夫人杀了，我们大家用你为教主啊！你，对，我们奉韦教主号令，忠心不二。对，忠心不二。哎，号令。这神龙教的教主是何等的神圣，何等的尊贵啊！我是绝对做不来的。各位兄弟要奉我为教主，这不是要折我的福分吗？而且还有一点大逆不道。这样吧，教主、夫人，不如大家言归于好，今日的账大家都算了。这陆先生和青龙使冒犯了教主，还请教主您大人有大量，不要处他们的罪。好，白龙使劝我们和衷共济，既往不咎。本座加纳忠言，今日厅上所有犯上作乱之人，本座一概既往不咎。好，还请教主和夫人立个誓。我苏全今后绝对不会追究今日之事，如若追究，我便会深入龙潭，为万蛇所噬。够了够了。我洪安通日后若向各位老兄弟清算今日之事，我洪某深入龙潭，为万蛇所噬。好。五根道长，你意下如何呀？只能这样了。洪教主和夫人今天当着众人立誓，对今天的事儿既往不咎，我们又何必烦他？洪教主本来就是我们的好大哥，文才武功更胜我们10倍，我们拥护他当教主，原无二心。韦公子，解此毒甚为容易，你到外面去舀一瓢冷水，喂给大家喝下，此毒便可解了。啊？哦，好，教主夫人，我先去了，好妹妹等着我啊。陆高轩在。这3颗是天王保命丹，你给青龙使服下。谢教主大恩。哎呀，本教主说了，今日之事，全都既往不咎。众位兄弟也不得因今日之事相互寻仇，违者重罚。谨遵教主指示。白龙使，夫人，听说你在五台山看到的石碑上刻有重要的文字，是真的吗？启禀教主夫人，属下踏得碑文在此。打开看看。是。白龙使，你认识这些字吗？不妨读出来给大家听一听。好。这前面呢写着“大唐贞观年间”，这后面呢，千载之下，原有大清，东方有岛，神龙是名。教主洪某得蒙天恩，
未能下蛋，不可杀鸡。啊，说实话，这几个字我也认不太清楚了。不过重点在后面啊。天赐洪某42章经8本，一存河南伏牛山荡魔寺，二存山西笔架山天心庵，三存四川青城山凌霄观，四存河南嵩山少林寺，五存湖北武当山真武观，六存川边空洞山迦叶寺，七存云南昆明穆王府，八存云南昆明平西王府。这中间有几个字模糊不清，我也认不太清楚了。不过这最后的落款写着教主洪某连同夫人先福永享，寿与天齐。教主和夫人先福永享，寿与天齐。教主，你听见了没有？这碑文上果真是提到过我的名字，不是白龙使胡乱编造的。我们上邀天眷，创下这神龙教。原来在大唐贞观年间，上天已有预示。碑文上说，这8本经书是老天赐给我们教主的，也就是说，以后这8本经书都归我们神龙教所有。碑文如此，理当应验呢。青龙使养伤期间，他的职位由胖头陀来接任。谢教主提拔。五龙使、陆高轩，你们随本座到后堂议事。遵教主吩咐。教主先福永享，寿与天齐。碑文上所示，8本42章经散落四方，可是据黑龙使报，其中4本藏在宫中，这是为何呀？回教主，想必是清兵入关之后，被他们抢到了宫中。黑龙使派人前去宫中取经，据他自己所说，已经竭尽全力，可是到现在却一点成果也没有。看来我们得派一位福分大些的人去了。本教福分最大，首推教主，其次是夫人，但是总不能老2位大驾亲自出马。这其次福分大的当属白龙使，他识得碑文，又立下了大功，看他两眼炯炯有神，印堂发光，福分之大，直追教主与夫人啊！这马屁精这么一说，老子倒可以借机脱身回到京城，要不然老子每天色眯眯地看着教主夫人，难免会有杀身之祸呀。白龙使，你年纪轻轻，能否担此大任呢？教主，夫人，承蒙提拔，属下是感激不尽啊。属下本是低微，但是属下有位朋友叫做赖里头小三儿，就在宫中当差。属下混进宫去，偷这4本经书，托教主和夫人的鸿福，倒也不是什么难事。据黑龙使禀报，皇帝手下有个太监叫小桂子，皇帝派他去五台山，意欲对我教不利。我接连派了几批人去擒他回来审问，都未能成功。没想到啊，胖头陀却遇上了你。那是属下的福气啊！以及教主和夫人鸿福齐天，鸿福齐天！白龙使，你到宫中一定得查查这个小桂子，他去五台山究竟是有何图谋啊？是，属下粉身碎骨也难报教主和夫人的大恩大德呀！自当精忠报国，精忠报主，马革裹尸，死而后已。不过，
属下想从赤龙使门下挑选1、2名少女同去，让他们到宫中扮成宫女，行起事来也较为方便一些。只要教主和夫人应允，白龙使随便你挑选。好，多谢多谢。胖头陀、陆高轩在，在。你们2人随白龙使前往京城取经书。属下遵命。属下遵命。白龙使，这是教主的舞龙令，此令处理可暂且由你掌管。本教数万教众，见此令犹如亲见教主。为了办此大事，我们赋予你最高的权柄。事成以后，将令缴回。白龙使接令。多谢夫人。多谢教主。3位勇赴京城，任务艰辛，本座各赐爆胎1金丸1枚。谢教主恩赐。谢教主恩赐。白龙使暂且留下，余人退去。是。教主和夫人仙福永享，寿与天齐。去吧。白龙使，你用的是什么兵刃？属下用的是一把匕首。好锋利的一把匕首！我现在就教你3招防身术，叫做美人3招，有劳教主试练一下。好。看好了。好。这就是贵妃回眸，看清楚了吗？哇，夫人的贵妃回眸，比起杨贵妃，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呀。难道如碑文所说，夫人您是大唐年间杨贵妃转世投胎的？白龙使，你真会说笑。我也有英雄3招，传授于你。哦。这第1招是狄青降龙。这名字倒是好，但是狄青跟教主您相比，那是相差了一大截呀。来，照我的样子演练1遍。是。你爷爷的，为什么去那么久啊？恭喜皇上，贺喜皇上，奴才在五台山见到老皇爷了。父皇真的在五台山出家呀？是啊，奴才到了清凉寺，哇，那些和尚打死都不肯透露一字半句。奴才我是费了9牛2虎之力，吃了千辛万苦，明察暗访，终于让奴才找到了老皇爷的栖身之地。哦，突然，奴才发现好几百名西域圣教的尊者意图要抓走老皇爷呀！怎么会有这种事？然后呢？哦，奴才当时就是这么挡在老皇爷的前面，我见一个杀一个，我见2个杀1双啊！哇，杀的是横尸遍野，血流成河啊，连站脚的地方都没了。我当时
是左等右等，就是没有援手。眼看着这招式就要用完了，砰！灵光一闪，突然我就想到皇上您的招式，我就把皇上的招式这么一招一招的使出来。哇，果然管用啊！我就用皇上您的招式杀了足足有20个人啊，支撑了将近有1盏茶的功夫。然而，不是皇上您的招式不管用啊，实在是奴才我太不中用了，眼看着就要支撑不下去了。可是我想啊，奴才死了不要紧，绝不能让那些个人伤了老皇爷的半根汗毛啊！然后呢？我只感觉不断的有刀子在奴才身上砍，奴才也不知道被砍了有多少刀。忽然这时，奴才听到了几声阿弥陀佛，难道是佛祖显灵了？不是，我嗖，突然窜出来了8个少林和尚，哇！原来是少林寺的8大金刚啊！就这么乒乒乓乓，乓乓乒乒，乒乒乓乓，乓乓乒乒，哇！他们就这么把敌人给赶走了，老皇爷安全的回到了禅院之中。哎呀，好险，好险！咱们马上派100名精兵上山保护父皇。我想老皇爷他不愿意呀。为什么呢？我跟老皇爷说，皇上得知您还在世，那是又惊又喜，恨不得插上翅膀，马上飞到五台山来见您呢。可是老皇爷却说，叫他不用来了。他是个好皇帝，首先想到的是朝政大事，他不像我。说着说着，眼泪就掉下来了。这要去，这一定要去。皇上，老皇爷让我转告皇上，这天下大事须当顺其自然，不可强求。倘若能够造福中原百姓，那是最好；倘若天下的百姓都希望我们回去，那么我们从哪里来，就回到哪里去。老皇爷还说了，要想天下太平，永不加赋这4个字，务须牢牢记住。老皇爷他说，如果能做到永不加赋这4个字，就是孝顺他老人家了。对了，这是老皇爷给你的。这是父皇的亲笔，父皇的训示，孩儿不敢忘记。升官秘诀第5条：老板的爹妈比自己爹妈更重要100倍。老板哭，跟着哭就对了。朕想念父皇，你为何又哭起来了？奴才看到皇上您这么伤心，又想起老皇爷温和慈爱。老皇爷对我是连加称赞，说我不顾性命的保护他，很喜欢我。想着想着，这心中就更加难过了。倘若奴才不是知道你这心中挂念我，等着我回来向你禀报，奴才还真想就留在五台山侍候老皇爷，以免得他被那些坏人欺负。小鬼子，你很好，朕一定有丰厚的赏赐。奴才不想要皇上的什么赏赐，这些都是奴才应该做的。奴才只期盼着老皇爷
能够平安无事，这样的话，奴才这心中就会舒服很多了。这父皇身边也没有一个得力的助手，真叫人担心呢。小桂子，奴才在。难得父皇这么喜欢你，本来朕身边也少不了你，可你知道，做儿子的要孝顺父母，一定要挑身边最好的孝顺他们。你是朕最得力的助手，而且对朕也忠心耿耿。我去牛吹过头了，皇上不会是要把我派到五台山去陪老和尚吧？哎呀，这样，小桂子，你去五台山出家当和尚，陪在父皇的身边，好好服侍他。让奴才去服侍老皇爷，奴才当然愿意。可是让奴才去当和尚，这……哎，这也不是一辈子让你当和尚，只是父皇一心清修，你去出家当和尚，那样服侍他比较方便一些。等过些年，父皇那个鸟还俗，也由得你。哦，奴才的意思是，奴才舍不得皇上您呢。哎，这样，你先去做和尚，做了几年之后呢，朕再派人去顶替你。再说，过些日子，朕会亲自去拜见父皇，到时候我们就又见面了。小桂子，你听我的，你去庙里，有空的时候就读书识字，回来以后呢，朕给你个大官做。皇上派我去办事，自然是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请皇上放心，奴才一定会竭尽全力服侍好老皇爷，让老皇爷吃得好，睡得好，身体安康，长命百岁，仙福永享，寿与天齐。很好，这几个成语用得非常好。谢皇上夸奖。哦，我来。哦，请问尊使这次回京是一个人呢，还是？你爷爷的，还想试探老子是不是？我这次从神龙岛返回京城，教主和夫人怕我旅途无聊，又怕我太辛苦，所以特意指派了陆高轩和胖头陀两人陪伴。啊，那教主和夫人对尊使真是恩宠有加呀。啊，尊使。你这是干什么呀？这瓶子里头有30颗雪参玉蝉丸，是给皇上的贡品，珍贵无比，服了会强身健体，百毒不侵。其中12颗就请尊使带回去给教主，10颗给教主夫人，剩下的8颗就请尊使自己服用，算是属下的一番心意。啊。不知道这个雪参玉蝉丸和爆胎益精丸会不会相冲啊？哦，不会相冲。属下恭喜尊使，也蒙受教主恩赐，爆胎益精丸。不知属下今年的解药，教主有没有交给尊使呢？哦，你我2人都服了爆胎益精丸。这解药嘛，自然不会由我来送。可是，只要你对教主效忠，我相信教主他老人家是绝对不会亏待你的。是，教主对属下恩重如山，万死难报。
不知尊使此次回京有何任务呢？是否需要属下效力呢？白龙使已死，黑龙使办事不力。本使此次是代替他寻找42章经的下落。属下已经找到3本经书了，而且吩咐邓炳春和柳燕送去给教主了。想必教主已经收到了。哼，把经书弄丢了，就赖到2个死人身上，反正死无对证是吧？你说你找到了3本经书，我怎么没有听说过？那就奇怪了，属下明明吩咐他们2人送回神龙岛了。哎呀，莫非他们中途遇险？那经书已经落在别人的手中了。明知道柳燕是我杀的，这么说就是怀疑我了。你说的邓炳春，是不是你那个光头师兄啊？是的。我想他们可能真的是遇到麻烦了，所以此次才没有遇上尊使。日后尊使回到神龙岛，传他们一问，就清楚了。那我岂不是要找牛头马面？哼，跟我装傻！今天姑且不拆穿你。既然你已经找到了3本经书，你的功劳不小，以后你就尽心尽力地找其余那5本。日后我见到了教主他老人家，我一定会在他面前多替你美言几句啊！尊使的大恩大德，属下没齿难忘。好了，你将你入教的经过原原本本的给我讲一遍，不许有任何遗漏。属下不敢有半句假话。当年属下启禀太后，侍卫张康年、赵吉贤奉皇上旨意传召贵公公。既然皇上要见你，那你就快去见驾吧。这奴才告退。给尊使慢走。皇上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您派了8名侍卫来找我。哎，你没事就好。朕听说你被老贱人带走了，担心你出事，就派了御前侍卫去把你救回来。多谢皇上挂心。那个老贱人，他问我这段时间是不是去了什么什么山，我说不是，皇上派我去江南了，让我去看看有什么新鲜好玩的玩意儿，比如说这洋人的望远镜、这纸牌啊、怀表之类的，看到呢便买些到宫里来。我还说皇上还特别吩咐，千万不要让太后知道，免得太后怪罪，皇上亲政以后还像以前那般小孩子脾气。你这样说最好，让那老贱人觉得朕还是小孩子贪玩，便不来防朕。这是封赏少林寺众僧的上谕，你挑选20名御前侍卫，2000名骁骑营官兵，前去少林宣旨办事。至于要办什么事，上谕中已经写到了少林寺再拆读。皇上，这说到少林寺，奴才想起一件事来。还记得在鳌拜未除掉之前，皇上您曾经写信请求少林寺派遣武学高僧前来参研金钟罩。后来我听城关大师说，当时他们少林寺方丈本是不愿意介入这件事情，是听了一个人的建议，这才派遣城关大师前来的。那进言之人，应该就是父皇了。所以除鳌拜这个名头，是让奴才捡了个大便宜。其实真正除鳌拜的大英雄，是老皇爷才对。父皇虽然出家为僧，却还是关心着朕的。哎呀，若能迎接老皇爷回宫，在宫中清修，再把您的奏折分他一半，以皇上您的贤名，再加上老皇爷的福德，必能相得益彰，
使朝政蒸蒸日上，以后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了。回宫清修，这主意是不错，可是把奏折分他一半，却是胡来。奴才愚昧，奴才看到皇上每日批奏折都批到很晚很晚，是担心皇上您的身子啊。待朕亲自上山朝见父皇时，再恳求他老人家回宫。朕现在升你的官，朕命你为骁骑营正黄旗副都统，这个是正2品的大官。御前侍卫副总管，你仍然兼着。朕会跟大家说，你是为了擒杀鳌拜，所以才假扮太监。你本名韦小宝，冒名小桂子，朕准你恢复原名。谢皇上，谢皇上开恩，奴才便是粉身碎骨也难以报答。你呀，好好服侍老皇爷，就是报答朕的恩赐。你点齐兵马，今天晚上就出京，不必再来辞行了。那奴才告辞了。好，去吧。哎，这黑龙使的门人柳燕、邓炳春，在皇宫之中隐藏了这么久，都性命难保。这白龙使年纪轻轻的，能有所成？哎，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嘛。这一半靠努力，还有一半啊，真得靠点福气呀！谁？东海西施，夫人被窝万年香。开门，开门！哦，北国神龙教主圣寿与天齐。哎呦，白龙使可把你给盼来了呀！哎，白龙使，事情有没有进展？当然有进展了。哦，今日啊，我那个朋友赖里头小三儿已经顺利的帮我混进宫中，打听到了一点消息。盗取经书一事有眉目了。白龙使办事真是马到成功啊！教主他老人家眼光真没错。哎，夫人的眼光也不差嘛。哎呦，总之，你们两个就待在这里静候佳音，千万不要出去，以免泄露机密啊！好，是。那我趁天黑继续打探消息去了。哎，白龙使，万事当心呐！知道了。啊，我先走了。不送。白龙使，注意安全，切记千万不要出去。哎，好。哎，快关门！嘿呀，这下可好了！相公，双儿，我这次去少林寺啊，有御前侍卫和2000精兵相随，所以路上挺安全的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你一个女孩子家，随行多有不便，这次啊，你就别跟我去了，在这里等我吧。啊？是。算了，你还是跟着我去吧。真的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我现在是骁骑营的副都统，我说了算。相公又升官了。是啊，我的双儿老婆有望夫相嘛。那你赶紧收拾一下，我们今夜就出发啊！我一会儿过来接你。山下大批清兵扎营，不知为何而来。莫非是想剿灭我们王屋派？呵呵，他也太小看我司徒伯雷了吧？哎，不如我们连夜挑了他们的营寨，抓了他们带兵的。我也正有此意。赫儿，你多带些人去。曾柔，你就留在这里。
看情势接应他们。我也要一起去。司徒大伯对我爹和我恩重如山，我爹过世以后，您更是待我像亲生女儿一般，危险的事都不让我参与。可如此一来，我还算是王屋派的人吗？这一次，请求大伯让我同去。好，我就让你去。但是，一切要小心呢。是。是。哎，出了京城还真是无聊，连个烤羊排都吃不到。荒郊野岭的，想听个人唱个小曲儿都找不到人，你说是不是啊？是啊。哎，真无聊啊。有了！兄弟们！来，都过来！来了，我有话要说。这漫漫长夜，我相信大家都睡不着觉，不如我们凑在一起赌2把，如何呀？不，韦都头，这行军打仗的严禁赌博呀。行什么军打什么仗？打谁呀？去少林寺打和尚吗？没那么严重。就是。那。这没带银子的，我先借给你们用啊！谢韦都头，用干什么？翻桌子！来！谢谢韦都头！来！天灵灵，地灵灵，开啦！哎，进来！都下啊！压天门！哟，凭什么压呀？用你的头！别动！你们是什么人啊？好大胆子，竟敢擅闯军营！难道你们不怕死吗？啊！我们不怕，我看是你怕。怕，当然怕，姑娘。你拿剑指着我，我怎么能不怕呢？你既然怕，为什么还笑？哦，我这辈子最听女人的话了。姑娘，你不让我笑，那我就不笑。哼，看来清廷气数已尽，派了你这么一个油腔滑调的人来带兵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老子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。萧齐营副都统，花差韦小宝便是。哦，我呢，本名韦小宝。可是皇上嫌我的名字太难听，所以在我的名字之前加了个花差。我已经自我介绍完了，请问这位朋友，你们又是哪路人马？又是什么反清复明的帮会啊？我劝你们还是识相点，把我给放了吧。我呢，会让我的兄弟们在事后不去追你们，放你们走。反正我也不知道你们是哪路人马，这事后自然不会找你们麻烦。你对我这样的安排还满意吗？你是怕了吧？怕的话，就给我跪下磕头，我便饶了你。磕头倒是可以，但是不是跟你磕，是跟这位小姑娘磕啊！这位大哥，你现在用什么压呀？啊？这些人叫我达子，又和朝廷作对，说不定是天地会什么堂口的人，我得想办法放了他们。那，你刚才本可以杀我，却没有下手。我若是不给你翻本的机会，未免承认我自己的赌技不如你。你刚才呢，用我的人头压了一注。哎呀，要不这样吧，咱们俩再赌一把，好不好？这位小姑娘，你呢，一会儿掷骰子，要是赢了我，我便全数把你们给放了；倘若输给了我，
嘿嘿嘿，你们的脑袋通通都得砍下来！哎，大丈夫一言既出，什么马都难追啊！兄弟们，都给我听好了，一会儿大营放出去的人，让他们自行离开，不得阻拦，听到没有？是。来，过来，来。来，姑娘，坐。小师妹，生死由命，你大胆治吧，反正大家同生共死。哎，不会吧？韦都统，这一把很小吗？你说呢？这10成中啊，你输了9成9啊！哎，你急，我比你更急呀！要是砍了你这如花似玉的小美人儿，那岂不是太可惜了？就算我这副骰子灌了水银，那要掷出比3点还小的，那也太难了。哇，不会吧？别使！哎，你爷爷的，这只烂手啊，老子还不如砍了呢！哎，哼，那我刚刚讲了，要是这位小姑娘赢了，我就放你们走；如果不放的话，那就不是大丈夫了。所以，都给我放了吧！放开！阁下言而有信，是位英雄。后会有期。我们走。哇，没礼貌。你怎么还不走？哎呀，可惜呀，我这里是军中营寨，要不然我就把你留下来做我的压寨夫人了。这3粒骰子能不能送给我？你要这个干嘛？哦，你要回去跟你师兄赌是不是？哎，就凭你那技术，会赔惨的。这3粒骰子让我重获生命，我想把它留着。好啊，拿去吧。哎，姑娘，怎么称呼？我叫曾柔。司徒兄担忧朝廷派清兵来剿灭溃派，恐怕是多虑了。等犬子回来，就知道清兵大举出动，目的为何了。爹，哎，我们回来了。大伯，穆王府的朋友。这帮清兵不是为了我们王屋派而来的。最近江湖上有个传闻，说顺治老贼还活着，在五台山出家当和尚。这批清兵应该是要去保护顺治的。
老夫也收到一个新的消息，狗皇帝向洋人定制了10门神武将军炮，即将运到京城。老夫想偷他一门大炮出来，拉到五台山放他2炮。呵呵，司徒老爷子，这个计划有趣的很呐。若是传言属实，康熙那厮必会亲自上山探望他爹。届时我们大炮一轰，大小2个狗皇帝一起毙命。只是这个计划要用很多的人，所以就请你们穆王府的人来，一起共襄盛举。此一计划动摇大清国本，可谓反清复明大业的第一炮。就算司徒老爷不邀，晚辈也会毛遂自荐，参加义举。好。哎，那清军领兵的大将是谁啊？是个年轻人，比我大不了2岁。他是新人，叫韦小宝。韦小宝。埋定的就离手。我就不信了。哎，这你的，这你的，你的，这你的。你看看，不会吧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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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臭手笨手，下属的都有，拿去分了吧。我的。哎，让我去奉上和尚，这也算是积德了吧？可我现在输的连娘都不认得了。哎呀，相公，你都赌了大半天了，一定喊得口干舌燥的。要不我去给你泡杯茶吧？还是我的双儿最体贴了。来，亲个嘴吧。哎，双儿去给相公泡茶了。哎。这河南可真热。不会吧？这世上还有这么俏的姑娘？哎呀，我死了！臭老婆，我来了！哎呀，我死了！双儿姑娘，没事吧？没事。梅府走，你让开呀！媚人，我来了！媚人，媚人，我的美人呢？这位官爷，这里只有我一个人，哪里来的什么美人啊？哎呀，就是刚刚站在这里买花的那个闭月羞花的美人啊！哎，对，就是手捧着这束花，啊，就是这个样子的。哦，你说的是刚才那位姑娘，已经走了。走了啊？这花还没买呢，怎么就走了呢？啊，她呀，只是看看，她没有买。好，就当她走了啊。那请问，你知不知道她姓什么叫什么，家住哪里啊？啊，这位姑娘，我也是头一次见到。相公，你是见到方姑娘或者穆姑娘了吗？哎呀，不是。这样，你见过了吧？啊，官爷呀，难道小的有银子还不想赚吗？我真的不认识那位姑娘。哎呀，你撒个谎骗我不行吗？又不会死人。哎呀，我死
定了，我死定了，死定了！不要管我，我死定了，死定了！死了，死了，死了，死了！死了，我死了！拿着。官爷，你想买多少花啊？我现在连你家的牲口，能动的不能动的我全买了，你可别说不够啊！哎，够了，够了。多谢官爷，多谢啊！我现在呢，要让你帮我办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哦，什么事儿啊？以后来你这里买花的女子，你一定要给我记下她们住的地方和姓名，说不定以后我还能见到我那个花仙子美人儿。哎，好，记住了吗？好好好。哇，这一下，当着双儿的面都这样。对呀，我觉得双儿肯定会翻脸，就是太过分了。这位大哥，哦，请你一定要好好的帮我相公留意。放心，绝对好好留意。双儿，你不会吃醋吗？相公，缘分是上天注定的，如果命中注定你会喜欢上哪个姑娘，那你自然会钟情于她，这是改变不了的。所以，相公开心，双儿就开心。我现在只是很担心，相公跟那个姑娘没有缘分。不过相公你放心，只要有缘分，一定会再见面的。我的好双儿，不愧是我最疼最爱的好老婆，来抱一下。难以置信啊！也对呀，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好运气的男人呢？就是啊，你们在这嘀咕什么呢？魏都头，没什么，我们只是羡慕你，这双儿可是世上难求的女子啊！哎，对，双儿啊，不知道你家里还有没有那个没出嫁的姐姐或者妹妹啊？你问问她愿不愿意嫁给我呀？对，双儿只死一家，别无分店，你们想都别想啊！对了，张大哥，你们安排一下，明天我们就上少林寺。好。圣旨到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少林古刹带有明哲，得道高僧，深悟玄机，早识妙理，特封住持慧聪法师为护国佑圣禅师。寡人素养少林佛法博大精深，然尘缘未断，俗务缠身。兹遣骁骑营正黄旗副都统兼御前侍卫副总管韦小宝为朕替身，在少林寺出家为僧，御赐度牒法器，着即剃度，钦此。不是张克年，你再仔细看看，圣旨上真的让我剃度？韦大人，我有几个脑袋敢乱传圣旨？哎呀，拿给我看看。给。韦大人代皇上出家，那是本寺的荣幸。相公，韦大人是皇上的替身，非同小可。老衲也不敢做你的师傅，老衲就替仙师收你为弟子，你就是老衲的师弟，法号慧明。在少林寺之中，慧字辈的就只有你和老衲2个人。少此素婢，不以为爱；代地出家，不以为泰。尘土荣华，惜慧金明，不去不来，何损何赠？
双儿姑娘，梅都统如今已经出家了，你不如到山下找个地方先安顿下来，再看梅都统以后有什么需要。是啊，双儿姑娘，这一路上你跟着兵营埋锅造饭，那肯定是没吃好。我在山下看到一家客店，哎，你跟着我们去那好好吃一顿吧。啊！相公，你们几个干什么去？是下山吃东西吧？是什么啊？韦大人，这烤全羊、烧酒鸡，还有酸菜白肉，我们都，当然是不会去吃的。我们现在的心情呢，跟韦大人您是一样的。既然都来到少林寺了，那当然是要吃点素菜，让自己的心情静一下才对吗？是啊，韦大人，我们就此别过吧。希望皇上尽快下旨，让您重回宫中，好让我们早日得以相聚啊。双儿，你下山之后找一间屋子安顿下来，我一有空就会去找你。相公珍重。你也珍重。好了，那各位兄弟，就此别过啊！好好保重，多谢了。啊，韦都统保重。去吧去吧，走。相公，那我也走了。去吧。现在整个皇宫都知道皇帝正在准备去五台山，可他就是没来向我禀报。就是嘛，这皇帝哥哥也太不懂礼数了。虽然他不是母后亲生的，但是名义上您怎么着也是他母亲啊。父皇如果真的在世，他也应该向您禀报一声才是嘛。哼。那你在小桂子那边打听到什么吗？哼，他倒是守口如瓶。不过小桂子带着几十个侍卫和2000兵马出京，这说明父皇很有可能还在世啊。哎呦，我好想见父皇啊！我好想求求他，不要把我嫁给吴英雄。小桂子现在担任了白龙使，不怕我杀他，一定已经把董鄂妃那些事情一股脑的跟皇上说了。我该怎么办呢？如果皇上要去五台山，我们母女也一起去。真的太好了！母后，我就知道你最疼我了。师傅说，前2日有大批的官兵进入少林寺，让我们来看一看，这里到底有什么大任务。可是这里面都是和尚，我们是姑娘家，这样好吗？没有什么不好的，大不了跟他们一比高低，看看少林武学到底有多么厉害。好吧，总比什么都没查到被师傅骂的好。我们进去看看吧。走。哎呀，这出家当和尚真是闷死老子了！既然色即是空，那么老子好色也是空喽！哈哈哈，那老子就下山去看双儿。站住！站住！你们俩不能走。为什么不能走？你们是土匪吗？姑娘家怎么这般无礼，无故出手伤人？那是你们功夫太差。你们，什么事啊？师叔祖，您老人家来评命理。我死了！皇上派我来当和尚，
却让我在这儿碰上了我的美人儿。我是听皇上的，还是还俗呢？不过他如果答应做我的老婆，我就是为止，被砍头1000次我都愿意。师叔祖，师叔祖，师叔祖，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。请记，你们4人为何要阻拦这2位碧花羞月的女施主啊？这2位女施主，她们潜入我们寺内，一间房门打开来看，不知她们意图为何，我们就拦住她们，她们就出手伤人。哦，哎，善哉善哉，这就是2位女施主的不是了。这少林寺中清一色都是和尚，万一那位高僧正在洗澡，2位女施主突然这么一闯入，岂不是让那位高僧毕生的修行瞬间就被欲火焚烧殆尽了吗？你这个什么师叔祖，说话怎么这么轻佻啊？不，佛说轻佻是为不轻佻。老衲站得这么远，都可以闻到2位身上散发出来的紫罗兰的香味儿，更何况是在禅房澡堂之中，忽然看到你们的脸庞，看到你们这么美丽的姑娘，真是让人心情舒畅啊！阿弥陀佛。少林寺名满天下，没想到你们这群和尚却武功平平。所谓的高僧，说话这么轻浮，就跟市井流氓一样。阿珂，不用理他们，我们走。施主请慢，你们来到少林寺行凶伤人，就是要走，要留下尊师的名号。就凭你们几个，也想让我留下师傅的名号？休想！看什么看？安珂姑娘，你长得那么美，当然要看了。你再看，我就挖了你的眼睛！还看？阿弥陀佛，施主莫怪，救人要紧，快，走，来，快！哎呀，阿珂，你可真傻，为了那个淫贼寻短。阿七，那个淫贼死了没有？多半是死了吧。阿弥陀佛，这位女施主好点没有啊？阿七，快把那个淫贼给杀了！山西霸王拳，好复杂的门派啊！请你们出去。师叔，走吧，找我。哦。哎呀，走走走。你别推我呀！哎，师长，你这个一根手指头的武功好厉害，能不能教我呀？哦，这叫一指禅，不难，我练了40余载了，算是略窥门径吧。啊，
40余载，还略窥门径。哎，算了，到时候我儿孙都满堂了，学会有什么用呢？哎呀，方丈师祖，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。方丈师叔，女施主受的是皮肉之伤，并无大碍。哦，那就好。像她这么一位碧花秋月的女施主，倘若死了，岂不是可惜了？师弟，你是否如禁忌所说，你这双手……啊，有是有的，但是我是在打斗过程中招式用错了。说起来，错也不在我啊。师叔祖，你可以演练一下当时的情况。啊，陈官大师，我们见过的，你还记得吗？是，你是贵公公，没想到在见面时，你已经成了我的师叔了。哦，阿弥陀佛，惭愧。当时是这样的，那位闭月羞花的女施主想用双手来挖我的眼睛，我本能的使出了一招旋转木马闪开，接着一个回春大帝翻身来到她的背后啊，想用一招涤清香炉扣住她的太阳穴。结果那位女施主双手抓住我的手腕，忽然双手这么一下沉，就变成这样了。师叔说的颇有道理，要想反制女施主的招式，一则使用擒拿手扭住手腕，但是这样一来势必会扭伤其手骨。若是绕到背后将她制住，反而不会伤人。啊，是啊。哎，师叔，师侄在般若堂研究武学50余载，可是从来没有听说过涤清降龙这一招啊。这是就由一名高人所授。哦，既然是争斗之中的无意之过，那就算不上违反戒律。他日再见到这位女施主，一定要行为端庄，相貌端严，才不失我少林高僧的风度啊！阿弥陀佛，多谢师兄教诲，师弟一定会仔细的钻研这位女施主的门派以及武学，下次再遇到她时，便一招将她制服。以维护少林武学的尊严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城官，女施主的打法，这算是什么门派呀？哦，没有门派，他们2人打竞技等人的手法，包括了武当、昆仑、崆峒、点苍4派的手法，武功如此的杂交不纯，他们的师傅似乎是故意要让他们学艺不精的。这世上哪有这样的师傅啊？嘿，爹，穆剑平明明被韦小宝下令抓走，关在皇宫里面，可是出来以后，他却一直帮韦小宝开脱。他们相处的这段时间，韦小宝一定在穆剑平、方怡2个人身上下了功夫，说了你的坏话。本来方怡和刘一舟已经论及婚嫁，现在也没了下文，还带着穆剑平一起不见了。这会不会又是韦小宝的安排？很有可能。陈近南简直是瞎了狗眼，竟然让韦小宝担任青木堂的香主。上回去山西帮狗皇帝办事儿，现在又调动了大批的人马出京。最近江湖上有个传闻说，顺治皇帝在五台山当了和尚。这事儿韦小宝应该很清楚，他怎么会没给慧中透露消息呢？他是蜻蜓的走狗，怎么会跟我们说呢？我们一定要为天地会铲除这个祸根。爹，这韦小宝在宫中我们动不了他，可他现在出来了，便是个好机会。可他身边那么多人马，我们如何下手啊？又不让你对付千军万马，你只要杀了韦小宝一个人。今天咱们俩来这儿是为了见铁虎，你们俩合作，那是胜券在握。黑鹰对铁虎，走。
你们来了。铁虎兄弟，好久不见了。想当年敖少保还在的时候，我们立场不同，可如今我们却是目标一致。我义父一生金戈铁马，为国尽忠，康熙这个狗皇帝却听信韦小宝的谗言，将他满门抄斩，赶尽杀绝。此仇不报，我铁虎誓不为人。好，从那数千大军出城的情形看来，恐怕不久之后，那狗皇帝就会上了五台山。一飞，你和铁虎好好合作，先杀了韦小宝。如果那狗皇帝真的去了五台山，你们再见机行事，看情况斟酌。请多指教。不用客气，我只要康熙和韦小宝的人头，其他的由你们安排。爹，司徒大伯，啊，东西运到了，就在那边。小公爷，请。好。这就是神武将军炮，狗皇帝命洋人传教士南怀仁所制。这炮威力惊人，胜过红衣大炮。看来司徒兄对于火炮颇有钻研呐。老夫昔日在山海关总兵吴三桂的旗下，便是专司火炮的参将。真是天助我也！司徒老爷，若是此次我们能够顺利杀死顺治和康熙两位狗皇帝，我等必能号召天下义士，共同起来反清复明。司徒老爷，不知可否愿意与穆王府同气连枝，拥护朱武太子登基为帝？永历天子本是正统，事成之后，自然该由他的后人朱武太子掌管大明社稷。老夫愿意为他效命。好。啊，司徒兄深明大义，小弟佩服得五体投地呀。爹，既然神武大炮已经偷到，我们是否应该即刻动身了？你看，即刻动身，前往五台山。出发！走，出发！走。师弟啊，这素斋吃起来还习惯吧？回师兄的话，这说实话是有点不太习惯。这在宫里啊，每天美味佳肴，现在是清淡无味。不过日子久了，你慢慢发觉，这心里的执着、烦恼都会淡忘。哎，到时你的心里啊，就会像这馒头一样洁白无瑕。听师兄一番话，师弟才体会到这个白馒头的珍贵。禀告方丈，昨天晚上那个受伤的女施主已经悄悄离开了。啊，那女施主对慧明师弟啊有误会。不过本寺救了他一命，也算是把这怨业给化解了。慧明啊，他日若有机会再见到这位女施主，切莫与她争执。修行人与女施主争口角，吃亏的还是我们。是，师弟明白。师弟若是再次碰到阿珂施主，一定会对他言听计从，百依百顺。这阿弥陀佛。
喷喷的羊肉串啊！卖花了！哎，好嘞，稍等啊。卖花了！您看看，卖花了！哎，羊肉串啊，香喷喷的羊肉串，烤羊肉串了啊！来看看啦！哎，姑娘，买一个吧，哎，挺漂亮的。这韦小宝明明带了大队官兵来了少林寺，可是官兵下山的时候，怎么没有看到他？难道他一个人留在了少林寺里？跟着这姑娘，应该能找到韦小宝。羊肉串啊，香喷喷的羊肉串！哎，看一看，尝一尝了。哎，我尝尝，您尝尝。嘿，好吃吧？这正所谓酒肉穿肠过，佛祖心中留啊！这要是让我在少林寺摆个烤肉摊儿，那我可发财了。老板，哎，收钱。哎呦，谢谢大爷。相公，来，进来啊！朋友们，谢谢啊。哎，看见了。姑娘小心！你为什么要救我？姑娘有什么想不开的？为何要自寻短见？没有。姑娘是受了什么委屈，还是被什么人欺负了？你说出来，我一定可以帮你的。你帮不了我的。在我眼里，没有什么事情是解决不了的。我是台湾延平郡王的世子，我叫郑克爽。延平郡王乃前明所奉，郑公子身在中原，凡事要小心。若是轻易说出身份，当心被人报到官府。多谢姑娘提醒。不过，像你这样一位又漂亮又善良的姑娘，应该不会去报官抓我吧？我当然不会了。不管怎么样，还是要多谢郑公子。要不是你刚才恰巧经过，我可能已经做出傻事了。告辞。哎，姑娘，你要去哪里？或许我们可以结伴同行。郑公子一定有要事在身，怕是不方便吧？我没有什么要事，姑娘不必见外。我的几个随从个个武艺高强，我也是自幼习武出身。姑娘与我们同行的话，也免得受恶人的骚扰。哦，姑娘不知道怎么称呼。我叫阿珂。阿珂姑娘，你一个姑娘家在外面不方便，就让我们送你一程吧。阿珂姑娘，请。请。过来。是。
双儿，这阵子我在寺里待太久了，闷得发慌。这在街上一听到骰子的声音，我就忍不住了，想去赌2把。那我还没玩成，就被你遇见了。相公要去哪里？为什么要跟双儿解释啊？我不是怕你生气吗？我只是一个奴婢，哪有资格生气啊？双儿，你这话说的，你要是没资格，那谁有资格啊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没事了啊，别生气了好不好？我的乖老婆啊。我可以体谅相公，相公在此受命出家为僧，跟以前呼风唤雨的日子截然不同，心里面难免会觉得很憋屈。其实相公去哪里，双儿都不生气，只是皇上任命你在此出家为僧的，一定是有重大的任务。双儿只希望相公能暂且忍耐，等任务完成以后，好回到皇上的身边。若是此时节外生枝，误了大事，那岂不是前功尽弃了吗？好，双儿，你的开示让我顿悟了。阿弥陀佛，我现在是替皇上出家，我是有任务的。从今以后，除了皇上交给我的朝政大事，我心中就只有双儿。双儿，你让我干什么，我韦小宝就干什么啊！相公，你又胡说什么呀？我说的是真的，你是真心对我好，处处为我着想。我当和尚这几天见不着你，我这心里一直空落落的。我一想起我们以前一起吃一起玩，不知道有多开心呢。我真希望皇上明天就下道圣旨，让我还俗，这样以后我便可以和你一起快乐玩耍啦。相公，你就再多忍耐几天吧，你想的那一天很快就会到来的。好了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先走啦。哦。哎，双儿，有空来看我。我有空会去找你的。记得要来看我。知道啦。哎呀，走了走了。救命啊！师兄师侄，快来救我啊！哇，师侄，你的中指好厉害呀！哎，这个人好像是辽东铁虎门的，他怎么会跑到这儿来了？哎呀，管他呢，咱们先到寺里躲躲再说吧。大家都跟上啊！我说，陈官使者，这已经10多天过去了，你还没有找到阿珂、阿七他们武功的破解之道啊！万一我再遇上他们，恐怕你的师叔就要圆寂了。哎呀，师叔，圆寂不是这个意思，圆寂是指修行者求得正觉，自然归天。
要是修行者被杀，那是死于非命。这还用你说？师叔祖，师叔，方丈大师有请二位到大殿去。来，阿弥陀佛，师弟，贵客降临。这位是蒙古的噶尔丹王子殿下。阿弥陀佛。这位是西域圣教昌奇大尊者。阿弥陀佛。这位是平西王麾下的总兵马宝马大人。阿弥陀佛。这位就是我师弟慧明禅师。阿弥陀佛。这位高僧的年龄也太小了，哼，古怪。一个人无论多老，在十方世界的百劫轮回之中，都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婴孩。王子殿下执着于外相，离修行之路还很遥远，遥远。慧明师弟早晚日夜念佛，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，所领悟的真理已经是常人10年所得。阿弥陀佛，师兄过誉了。师弟在出家之前即开始修行，每日撒银子，如同洒水一般，领悟到银子乃是身外之物。每日向主子说好话，这领悟到口德的回向。这好话说的越多，银子就拿得越多，这银子越多呢，就撒得越多，到最后终究是一场空。三位莅临敝寺，有何见教？我们3人在道中偶遇，言谈之下都说少林寺是中原武学泰山北斗，历代相传共有72门绝技，威震天下，少有匹敌。方丈大师，是否让贵寺高僧一一试演，好让我等开开眼界？江湖传闻不足为信，敝寺僧侣苦练参禅，以求正觉；闲暇修习武功，也是为了健身强体。小小拙技不足挂齿，绝不敢在高手面前班门弄斧啊！这么说，少林寺可是浪得虚名了。我看你们这几位高僧的功夫，也肯定是狗屁不如，一钱不值。阿弥陀佛。人生在世，本就是狗屁不如，一钱不值。殿下须知，这世上最臭的不是狗屁，而是人言呐。有道是气由心生，若那人心内满是佛法，出言必是满是飘香；若那人腹中满是狗屁，这出言必是臭气熏天，熏死众生啊！师弟所言极是，禅机深远，佩服佩服。阿弥陀佛。慧明法师年纪轻轻，却练成了金刚护体神功，难怪能与少林寺方丈同列为惠字辈高僧。阿弥陀佛。哼，满腹佛家禅语的少林高僧，
也只不过是一群道貌岸然之徒。姑娘，何出此言？那是个误会。什么误会？严僧，私下里对我师妹意图不轨，言语轻浮，当着众人的面却讲什么佛法禅宗。我看来那日的误会还未曾有人为女施主解开呀。休想狡辩，别逼我将那日之事一五一十地说出来。阿启姑娘，慧松禅师戒律精严，绝非你口中所说的那个人。杨大哥，你又怎能知道这种人的德行？在下认识他，他还救了我们吴世子的一条性命。至今为止，我们尚无以回报。大师在出家之前，本是皇宫里的小太监。没错，他就是大名鼎鼎、首任奸臣鳌拜的贵公公。方丈师傅，您还记得派弟子去皇宫参演金钟罩一事吗？在宫中，我就见过了皇上和贵公公。如今的慧明师叔就是当年的贵公公。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忠臣奸臣，不增不减。出家之后，对于人情世故，早已经看淡了。至于小桂子如何武功盖世，如何为民除害，如何造福众生，如何流芳百世，杨兄，你老是把这些话挂在嘴边做什么呢？杨大哥，他真的是个太监吗？啊，是的，他还是我们平西王府的大恩人。可是那日他却摸到了师妹的。阿弥陀佛，出家人不打诳语。事情是这样子的，那日令师妹欲直取贫僧的双目，我忽然一个转身过去，这么一挡一拍，想用一招狄青降龙扣住她的双眼，结果令师妹突然下手一沉，就变成这个样子了。各位都是习武之人，这一看便知道是无心之过嘛。哦，罪过罪过，打斗之中对令师妹多有冒犯，尚请见谅。那也只好当作是误会了。啊，没事没事。圣人有云，人非圣贤，谁能没个错呢？就当是大人不记你小人过了。方丈大师，阿弥陀佛。韦大师，方丈大师，我等来的鲁莽，得罪莫怪，这就告辞了。施主慢走。阿弥陀佛。走。哼。韦都统，皇上有密旨。阿弥陀佛，施主，请随贫僧来。来，韦都统。这位施主找贫僧有什么事吗？啊，韦都统，皇上的密旨啊，是一封信，皇上说要您亲自查阅。哦，让我亲自查阅，怎么上面没写我的名字？哦，皇上口谕，封韦都统为辅国奉圣禅师了。哦，韦都统，小的先告退。哎，等等，我这个人啊，一着急眼睛就花，说不定一会儿还得帮我念念。啊。走，不要你念了，我眼睛不花了。小的后退。哎，等等，去，拿给弟兄们打个牙祭。啊，韦都统，您当了和尚以后，出手还这么阔绰啊！那祝韦都统早成正觉。早日回京，早日回京。去吧，小的告退。五座山峰，山上有间庙，招牌是清凉寺。一个和尚带着一群和尚走进这间庙，
大殿上，一嬉皮笑脸的和尚居中而坐，披着袈裟，旁边许多僧人侍立。披着袈裟的和尚跪在地上，侍奉一中年僧人。哦，原来皇上的意思是要我带着一群少林僧人去清凉寺，做清凉寺的住持，侍奉老皇爷。唉，皇上要给我密旨，还得让我看懂，所以他只能画图，真是难为小玄子了。啊，干什么去？我探亲去。过去吧，过去吧。过去吧。这是干什么用的？回大而化砍柴用的。哎，停！这是什么东西？哦，这是本殿供奉的达摩祖师圣像。掀开来看看。哎呦，军爷，这可是大不敬啊！禀告军爷，这达摩祖师圣像，无论是起驾或是入龛，皆需焚香3次，叩拜9回，再三的至交请示，直到祖师爷应允为止。这半路上千万不能打开呀，否则的话，冲撞了祖师爷，这罪孽深重啊！是啊，是啊。小将我负责五台山圣地的安全，万一是什么危险之物，我才罪孽深重呢。掀开！这祖师爷莫怪！祖师爷恕罪，弟子罪该万死。祖师爷莫怪！祖师爷莫怪！放心，这样走。来，祖师爷莫怪！祖师爷恕罪！祖师爷莫怪！祖师爷恕罪呀！祖师爷莫怪！走，弟子罪该万死。祖师爷莫怪！弟子罪该万死。阿弥陀佛。我的好双儿，你真是聪明。皇上果然是有重要的任务要派给我，让我呢先去少林寺住上一阵子，再挑选一些合适的僧侣啊，前去五台山保护老皇爷。哇，这样一来，可比派遣那些什么侍卫官兵妥当得多了。相公来到清凉寺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可以摆脱那2个很凶的姑娘。我早就把这件事情忘得干干净净了，你不说我都想不起来了。那相公还会见他们2个吗？当然不会啊。我说过，从今以后我不会去看别的女人，我的心中啊只有我的好双儿。我的好双儿，这次呢，你就不用在山下住了。我现在是住持方丈，我说了算。我啊在寺里面给你安排一个房间住下，你呀随传随到。多谢方丈。瞎说什么呀？连你也叫我方丈？完了，这下我真的完蛋了。都进来吧。慢一点，抬上来啊！好，慢一点，哎，小心，轻点啊！来，慢点，来，抬起来，哎，轻一点，哎。这是台阶啊！哎，好，来，慢点，小心！1、2、3，抬，走，慢点，好，哎，好，慢点，好，走，啊，小心啊，哎。请。好。老夫之前来勘察地形，发现这个道观荒废已久，可作为我们的栖身之地啊！哈哈，天助我也！哎，这对面就是清凉寺啊！
原来这一切都在司徒老爷子的掌握之中。这次炸死2个狗皇帝之后，反清复明义军的兵马大元帅，一定要由司徒老爷子担任。哎呦，老夫老了，一定会有更适合的人啊！司徒老爷子当之无愧啊！哎，一切等狗皇帝毙命之后再说啊！真佩服老皇爷，可以中年关在禅房里不出来。董鄂妃、珍妃、孝康皇后的死，一定对他打击很大。如果方怡、平儿、双儿、红夫人、曾柔、阿珂这些羞花闭月的美人都被人害死了，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？哼，老皇爷还真没我命好，我看上的姑娘都活得好好的。谁？难道是阿珂追到这儿来了？上头发旨，要我等午时之前赶到五台山，可说是急如星火呀。可上山来呢，却什么都没有。嘿，上头这么安排，自然有他的道理。怎么，你是不是想打通城里的那个小娘们了？哎呀，什么呀？这别胡说八道！哎呀，赶紧走吧，走吧。大同城里的小娘们儿，这么说来，大同城里有一间离春院、怡红院。不好，他们上山来要干嘛呢？哎呦！看见了吧？下面那一片都是他们的人，依我看呐，足足有500人之多呀。那边差不多也有500人。你爷爷的，这一下子就上来这么多人。这么多人同时围攻咱们，恐怕抵挡不了啊。现在啊，他们正在休息。天黑之后啊，就会一举进攻啊。我从少林寺带来了20位少林武僧，个个都是武林高手，再加上少林寺的8大金刚以及我那个书童，我想保护行知大师下山，应该不成问题吧？我看也只有这个办法了。就怕行知大师和玉林师兄不肯呐。师兄说世间冤业须当化解，不能一味躲避。我倒是还有办法去说动行知大师，可这玉林大师，我是真没有办法了。唉。方丈，请啊，请。奴才寇。